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10日星期一，佛历3月下初8，万象多云，20到31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2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7.4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 1.1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3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83.91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6.14 点，涨幅 0.48%。开盘 1278.59 点，最高 1293.78 点，最低 1266.77 点。成交量35万股，成交金额7亿1983万1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90基普，交易量16万34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90基普，交易额3亿5777万1000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30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4万基普，涨幅 0.2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4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21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583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全国卫生部门举行年度总结会议。2月9日，全国卫生部门年度总结及规划会议在万象举行。卫生部长拜坎卡提亚主持会议并指出，2025年老挝圆满完成第9个5年计划目标，在医疗质量提升、流行病防控及母婴安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会议重点讨论了第10个卫生发展5年计划，强调要加强行政管理，推动医疗服务现代化与自主化。与会代表就公私营医疗平衡、药品集采、医院信息化管理及人才建设等核心挑战展开深入研讨，为2026年及未来医疗卫生事业提供行动指南。2. 2026年老挝欢乐春节庆祝活动在万象拉开帷幕。2月7日，老挝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春节庆祝活动。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部长逊沙万维亚吉与中国驻老大使方宏出席。今年正值中老建交65周年及老中友好年，活动通过6大板块全方位展示中华文化，包括征集了300余件作品的友好图案设计大赛、精彩的民族歌舞、陆军医院专家的义诊服务，以及非遗文化和高科技产品的展览。此次活动不仅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马年春节的喜庆氛围，更通过文化艺术、医疗协作和科技交流，深化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3. 风沙里省普法中学举行2007至2008届校友返校聚会。2月7日，风沙里省普法中学举办2007至2008届校友返校聚会，活动中师生欢聚一堂，共同回顾青春岁月。为感恩母校培养，该届校友集体捐资超过1900万基普，用于升级学校会议室及补充体育设施。部分校友还额外进行了个人现金捐赠。风沙里省教育体育厅领导及校方对此善举表达了高度赞赏，强调校友的成功是学校的骄傲，而这种回馈桑梓的情怀更是学校发展的动力。4. 中老公益慈善盛典在万象举行。2月7日，中老联合举办的新希望情系弱势群体慈善盛典在万象举行。国家主席夫人纳利西苏里出席并表彰了中老社会各界的善举。本次活动旨在筹集资金和物资，用于帮扶老挝贫困家庭、孤儿及弱势群体。
涵盖职业技能培训、偏远地区医疗教育援助及青少年禁毒宣传等多个领域。正值中老建交65周年，此次公益活动深化了两国人文交流。活动现场，塔兰湖特定经济区捐赠了250万人民币的器材，东盟卫视及多家资深中老企业也提供了大额捐助，共同致力于改善老挝妇女儿童的生活现状，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5. 占巴塞省主席杯男子篮球赛圆满落幕。2月8日，占巴塞省主席杯男子篮球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由省篮协主席本亨凯罗里当赞助，旨在通过体育运动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赛事分为高中组和社会组，共有10支队伍，200余人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华侨学校夺得高中组冠军，火龙队摘得社会组桂冠。省教育体育厅及省篮协领导出席了决赛，并为获奖队伍颁发了奖杯、奖牌及总金额达1800万基普的优胜奖金。6. 小蜜蜂环卫公司联合多方开展大清扫活动。2月7日，小蜜蜂环卫公司联合万象塞瑟塔县政府及教育部门开展大清扫日活动，近600名师生与志愿者联手清理了蒙诺村至450年大道沿线的非法堆放垃圾，共计清运36立方米废弃物。针对部分居民乱扔或焚烧垃圾的现状，相关部门呼吁市民提高自觉性，主动签订正规垃圾清运合同，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共同打造美丽万象。7. 凯山丰威汉时发生出租车翻车事故。据普马贴救援队报告，2月9日凌晨约2点09分，凯山丰威汉时东门环岛附近发生一起出租车失控翻车事故，一辆出租车冲出路面翻倒在路旁，驾驶员受重伤昏迷。据悉，事发时车内并无其他乘客，救援队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将伤者从损毁车辆中救出，并在进行初步急救后紧急送往省医院抢救。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8. 摩丁公安部门向海关移交3辆非法入境车辆。2月6日，摩丁经济特区公安局正式向摩丁海关移交了3辆非法入境车辆，以便海关依法做进一步法律查处。移交仪式由摩丁特区公安局警察科科长昆显彭萨里中校主持，摩丁海关报关管理组副组长彭萨尼未来彭代表接收。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